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上个月发生的 UFO 事件啊，也就是2025年8月的时候，据说有个大哥看见一个陨石从天上掉下来，就直接砸在了自己家的后院里面，他还把这个玩意儿捡了回来。那据说呢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越来越离谱，他就把自己从头到尾录下来的所有视频发送到了 TikTok 上面，就是美国的抖音。那这就是当时陨石砸在后院里面的视频，当时大哥还念叨这是啥？怎么回事啊？一边还喊朋友过来一起看。那这个事件呢，在 TikTok 上面也是十分的火爆。虽然说这种事儿从 TikTok 上面刚传出来，它的真实性有待商榷，但咱们呢还是先把已知的情况和大家捋一捋。这大哥到底捡到的是个啥？那听说后来呢，这颗陨石里面还孵出来了一个活物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巴拿马陨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洛克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。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。如果您对未解之谜和都市传说这类的故事感兴趣的话，希望您能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这个小频道。这对于这个小频道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的每期影片只推送几十个到几百个的观看量。有您的帮助，能够让这个小频道成长得更快，也防止您会错过其他您可能感兴趣的影片。那我们继续说，事件发生在2025年8月29日。TikTok 上面的这位用户开始发布视频，声称一颗陨石坠落在巴拿马某个小镇自家的私人后院里面。视频展示陨石直径大概是10厘米左右，发现的时候石头躺在被砸开的土壤里面，周围呢还有燃烧的火焰。那这个大哥一开始他不敢碰这个石头，毕竟那个陨石看起来很热，周围还有火苗在燃烧。大哥呢就随手拿起了一个铲子，把这个陨石铲进了屋。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开始有点不对劲儿了。那从外面回到屋里面也就1分多钟的时间。大哥叙述说，关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，石头从铲子上面就滑落了，就掉在了自家的木地板上面。但是呢，结果地板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被石头灼烧冒烟，反而很平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大哥就很好奇，难道这个石头它不热了吗？他就伸出手背去碰了一下，结果是冰冰凉凉的手感。那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想到我之前发过的一期影片，讲布加球的事件？那这期影片也是很类似啊。那区别呢，就是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更加的难以琢磨，所以我也不能确切的说这个视频的内容是真实事件还是假新闻啊。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个事件的直观感受，虽然咱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您一直往后看的话，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蹊跷之处。咱们看啊，到家之后，大哥先把绿色的叶子放在了这颗陨石上面，叶子居然被烧了，就明显能够感觉到这玩意儿在放热，它就和这个植物发生了或是物理呀、或是化学之类的什么反应，直接就把叶子给烧焦了。那后面发生的事儿就越来越离谱，就跟看了一部新的异形电影一样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。那这个叶子不仅被烤化了，还留下烧焦的痕迹，速度非常的快。那有意思的是呢，咱们先不说这个视频的真假，按照常理分析的话，总感觉这个老哥他的胆子有点太大了，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一点恐惧的心理都没有呢？前面刚测试过用叶子贴近石头，发现叶子烧焦了，再加上之前在后院里边发现这个陨石的时候，陨石周围还冒着火焰，但是你看这个大哥他就敢上手去摸，说摸着是冰凉的，可转眼再放一片叶子上去呢，又烧焦了，这也太邪乎了吧。那我们之前讲布加球事件的影片，它的原理是往球体上面倒水，那水就像遇到滚烫的物体一样，瞬间就蒸发了。但是用手触摸这个球的时候，它是常温的状态。刚发现布加球的时候，村民们摸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手感。那这和上一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发现的不是金属球，而是一颗陨石。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它的表面反射的光线还有很多的颜色，就像一颗七彩石一样。那第二个令网友匪夷所思的是，陨石里面寄生着生命体吗？那过了2天之后，这位捡到陨石的大哥就继续发布视频，这颗陨石里面居然钻出来一个东西，就像一种海洋的软体动物一样，还不用氧气呼吸。要说它是钻出来的吧，那这颗石头呢，并没有很大的中空的内部空间，它的分量和一个实心的石头一样重，也有可能是从这个石头它表面长出来的一些细菌，或者是从石头的缝隙里面渗出了一些不知名的什么液体。那大哥呢，好像还做了一些测试，你们看这个玩意儿它居然还在动，反正呢咱们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。而且呢，据这个大哥所说，到了晚上这颗石头还会散发出暗淡的荧光。那现在这个画面看着说不定是那个活物还没有被孵化出来时候拍的，那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恐怖电影《异形》里面的片段？
我是感觉非常的像啊。他说在晚上的时候去自家后院这个陨石坠落的现场，还有一些另外的陨石碎片也在发着暗淡的荧光，但是摄像机根本捕捉到这些微弱的光芒，就像海里生物的一种荧光一样。你再看这个东西，它在动的时候，大哥还敢伸手上去摸。那咱说句实在的，这如果真是一个外星来的东西的话，这么干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后来呢，他还用胶带把放这个东西的罐子密封了起来。那密封了几天之后，大哥就发现这个东西它不用氧气也能活。那到了这儿呢，这个巴拿马的大哥呢，他也是有点慌了，他就在网上求助网友，我是不是该报警？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地外来客的话，先不说它有没有主动的威胁性，它有没有智慧，最起码这个玩意儿搞不好它会有生物污染的风险。那最次的风险就是影响地球生物的生态。你看它的体型没过多久时间就长到了原来的3倍大。那如果说这个事件是真实的话，我感觉它怎么也该上升到生化安全的级别了吧。那虽然说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，但消息传得非常的快。有的报道说呢，说这个生物它还怕光，而且跟大哥说的一样，它不用吃东西也不用氧气就能活着。那你们看之后呢，大哥还取了一些这个东西的样本，放在了不同的瓶子里面，照样还在动，而且完全没有受到被一分为二的影响。那它就像类似海星之类的生物，被切了肢体还能再生。那结果就是被分在不同瓶子里面的各个部分都在各自的生长。那网上也有很多的言论说它就是一个骗局，说这种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大型的真菌，但是它动起来的确是很有意思。那这个大哥他本人就说啊，他其实对这种未知生命的形态的概念早就特别感兴趣，所以呢一直都在自己进行研究。那这个大哥就在 TikTok 上面一条一条的分享着自己的视频。那这期间一直都没有什么机构组织出来关注这件事，也没有出来证伪。所以呢我感觉这个事件很有意思，所以呢咱们也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。后来呢这个大哥把样本装瓶后放进了保险柜里边，结果这个玩意儿从保险柜里边跑了出来，它就像一种缓慢的流体一样，自己就出来了，就在屋子里面乱窜。那虽然它行动十分的缓慢啊，那这个大哥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。那他这种心态只有2种可能，那第一个就是大哥心大，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，比较佛系。那第2种可能性就是他确实不害怕，那这种可能性很可能就是他知道真相，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可能是大哥自导自演的。咱就挺纳闷，你说这个大哥他没有看过《异形》吗？这简直就像是现实版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啊！其实它更像是那部新剧，这个剧我还挺爱看的。那您说这个事件更像是一个骗局还是真实事件呢？如果说不是骗局的话，它很有可能就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的外来的危险生物。所以说呢，咱也说不准，如果是真的话，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哥直接报关，把它交给科学家去研究。因为大哥自己在家研究，几乎所有有用的信息都搜集不到。但是如果退一步讲的话，这个事件在 TikTok 上面传得这么火爆了，按理说官方肯定是知道的，如果真实性确凿或者是真实性未知的话，也早该介入了。那巴拿马政府也不可能看着一个未知事件在网上发酵了这么久，也一点都不去干涉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大哥他也没有丝毫的藏着掖着，直接就在 TikTok 上面公布了自己所有的视频画面。但是有一点我没有理解，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放进了保险柜里？这个做法我真的是没有看明白。那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威胁性吗？那一方面他敢上手去摸，一方面又害怕自己受到威胁，这很说不通。而且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自己家里面的狗就在屋子里面乱晃，自己也没有去管。而且这个东西说不好什么时间他自己就爬到了另外一个什么地方。大哥本身呢也没有穿着什么防护设施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是真菌还是什么东西，还是应该尽快的把它交给相关部门，尽量减少接触，更别说是做实验了。如果和科幻电影里面一样，它和地球的生命体相比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的话，或者是产生一种什么连锁反应，那2025年可能不仅是外星生命接触的元年，可能地球生物直接就灭绝了。扯远了，这种说法太危言耸听了，大家别往心里去。那你说这种生物把它密封在罐子里面，切断了氧气，也没有去喂食它，也不知道它的能量究竟来源于哪里，还能自己长大。如果是您家的后院掉下来这么一个东西，你会第一时间去做什么事儿呢？那说到这儿呢，我觉得咱频道里面讲这种事件应该做一个真实性的分级，尤其是这种外星不明生物接触事件。那我就感觉这个大哥发布的视频，这个事件它略显粗糙，这个事件可大可小，咱们还是密切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。有什么反转新闻呢？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那这个新闻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官方声明，也没有真正的
生物 DNA 的检验，同时也没有任何正规的机构介入的信息流出。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在这个陨石坠落事件之前，这个大哥在 TikTok 上面也是发布了很多日常的视频，那他跟普通人发布的视频也没有什么两样。那突然呢就爆了这么个事儿，那他这种逻辑分析起来呢就不太像是恶作剧，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专门搞恶作剧的人。所以呢这个事儿还是等待网上有什么新的新闻之后咱们接着挖。就在录制视频之前呢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，好像听说有人在他家周围盯梢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官方的人呢？那这个事儿肯定还没有完。如果您也想关注这个事件的后续信息，请帮我点一个订阅。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估计等到您再刷到我的可能性就基本上太低了，因为就目前来看，我的每一期影片只推送那么几十个观看量。那咱们就一起等着看看这个事儿最后会有一个怎样的结论，最后究竟是个骗局，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解释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那我是李洛克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，这个频道主要关注的是神奇事件、未解之谜、都市传说、灵异故事之类的内容。如果还算合您的胃口的话，希望您给我个点赞和订阅，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